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乒乓球教学节目。上一期节目我们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步伐决定所有技术。很多球友听完之后都留言说，原来一直以为自己手不好，结果真正的问题在脚。不过也有不少朋友提出了新的问题，是不是所有技术对步伐的要求都一样？比如正手和反手哪个更依赖步伐？为什么有的人反手练得不错，正手却一直练不好？还有正反手转换到底是练手还是练脚？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聊步伐，不过会结合正反手技术，一起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上一期我们说步伐不仅仅是移动脚那么简单，很多人理解的步伐就是把人快速移动到击球位置，其实这只是步伐的一部分作用。真正的步伐还有3个核心任务：第一，把人移动到最佳击球位置；第二，调整身体重心找到的最佳击球点；第三，让身体保持稳定，从而完成高质量击球。如果只有移动没有重心，没有稳定性，即使人到了位置，也很难把动作做完整。所以今天我们就从不同技术体系出发，看看为什么有些技术特别依赖步伐，而有些技术对步伐要求相对没那么高。一，正手力必须拥有最强的步伐。很多人都知道一句话，正手决定上限。可是为什么正手总是那么难练？因为正手几乎是所有技术里面对步伐要求最高的一套体系。我们先按照来球情况把正手技术分一分。最简单的是台内短球，比如搓球、挑打，这些球都需要上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单步上步。击球完成之后还必须马上退回来，还原准备下一板，默认文本。所以台内球虽然发力不大，更多依靠手上的控制，对身体发力要求不高，但是它仍然需要你完成上步、击球、退步、还原这一整套步伐。不过总体来说，它对步伐要求还不算最高。真正开始考验步伐的是出台球。出台球又可以分成近台、中远台，近台里面又可以继续分成近身球、中间球、大角度球，其中中间位置最好打，基本不用怎么移动，动作就能做完整。但是近身球就不一样了，如果球顶在身体上，你不能直接挥拍，必须先让出空间，很多时候就要通过后侧步或者并步把身体让开，才能使用正手。再往外就是正手大脚，距离近一点一个并步还能解决，再远一点就必须连续并步，甚至直接扑出去。扑球是不是很多业余球友都觉得特别帅？有时候很帅，有时候很狼狈，但一定是最危险的。因为扑出去容易，但是回来难。扑出去之后，身体已经完全失去平衡。如果这一板没有直接得分，对方把球回过来了，你很容易陷入完全被动。包括很多职业比赛里的倒地爆冲也是同样的道理。为了救这一板可以拼，但是下一板往往已经很难组织。所以步伐越差的人越容易在这种球上失误。再往后就是中远台，无论你拉球、削球还是放高球，到了中远台几乎100%都需要优秀步伐支持，否则根本不可能连续相持。所以正手为什么难？因为它不仅要求身体发力，还要求身体能够快速移动到正确位置。步伐不好，正手自然也好不了。二，为什么反手对步伐要求低很多？那为什么很多球友反手练得不错，正手却一直练不好？是不是因为反手动作本来就简单？很多人会给出不同解释。有人说反手都是身前击球，所以容易；有人说反手基本都在近台上升期处理，所以移动手，这些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还是发力方式。正手主要依靠身体发力，反手更多依靠手臂、小臂，再加上手腕和手指，身体更多承担的是支撑作用，而不是主要动力来源，所以对身体稳定性的要求自然就低很多。而身体要求低，步伐压力也就降低了。很多时候反手甚至不用移动，稍微调整一下重心或者迈一步，动作就能完成。所以反手更多依赖的是小范围调整，而不是大范围移动。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职业运动员，包括很多业余高手都属于反手力打法，不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反手，而是因为反手更容易练出来。尤其对于步伐还没完全建立的人来说，收益特别高。很多球友正手一直练不好，并不是技术掌握不好，而是脚没跟上，步伐没有建立起来，正手自然也练不出来。三，正反手转换真正练的是脚。很多人觉得正反手转换就是换一个动作，从正手变反手，或者从反手变正手，是不是主要练手？其实恰恰相反，真正决定正反手转换速度的不是手，而是身体。更准确的说是步伐。为什么？因为每打一板球都会有一个还原动作，只有身体先回到准备姿势，才能继续完成下一板。而身体的还原又完全依赖步伐，通过步伐调整位置，通过步伐调整重心，再通过步伐稳定身体。身体准备好了，正反手转换自然就顺畅。所以很多人觉得自己转换慢，其实不是手慢，而是脚慢。那比赛里怎么针对对方步伐差来赢球呢？很简单，
多调角度，不停拉开正反手，这一板打正手，下一板马上反手，再下一板又回正手。注意，一定要把角度打开，否则效果不大。这么几板下来，对方身体跟不上，手也就乱了。不是动作不会，而是脚已经乱了。很多失误其实都是这么来的。4. 为什么很多人扣杀高球反而容易失误？很多业余球友都觉得高球就是送分题，可是现实里扣杀高球失误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很多近台快攻型球友平时几乎不用练步伐，他们一直在身前击球，一直站在近台，突然来了一个高球，问题就出来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上去拍，其实高球最难的地方不是球慢，而是找位置，球的位置，人的位置。高球弹起来以后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想在上升期击球，盯球特别难，因为球速太快，很难打准。于是很多人只能等一等就到了高点或者下降期，这个时候人已经不能站近台了，必须主动退台，退到中远台，而一退台就必须重新组织身体发力，也必须重新完成步伐调整。所以真正难的不是扣球，而是退台、找位置、身体发力、还原这一整套动作。没有步伐，高球很容易打丢，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高球一定是机会球。对于步伐不好的人来说，高球往往就是失误球。5. 为什么反手拧拉也越来越依赖步伐？前面一直说反手对步伐的要求低，可是现在职业比赛里，反手拧拉又特别依赖移动，是不是矛盾？一点都不矛盾。前面说的是一般反手，拧拉属于高级技术，尤其接发球的时候。现在很多发球都会故意发到正手短，为什么？就是为了限制你的反手拧拉。如果你站反手位，想过去拧拉正手短球，很多时候一个单步已经不够，必须提前启动，连续并步移动到位以后再完成拧拉。可是问题还没结束，拧拉只是进攻的第一板，对方大概率还能回，你还必须马上还原，重新回到反手位准备下一板。真正困难的地方不是拧拉，而是拧拉之后还能不能继续相持。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世界顶尖运动员面对正手短球，并不会每个球都去拧，很多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用正手搓，不是不会拧，而是要考虑多个回合的相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反手力球员都会站得偏中间，目的就是缩短反手拧拉的移动距离，方便衔接下一板。总结：今天这一期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步伐不仅决定能不能碰到球，更决定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技术动作真正做出来。是的，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正手技术对步伐要求最高，因为正手需要身体发力，也需要大范围移动。第二，反手技术前期更容易掌握，因为更多依赖手臂发力，对步伐要求相对较低。第三，正反手转换看起来是手在变，其实真正决定转换速度的是身体和步伐。第四，扣杀高球看似简单，其实对中远台步伐、身体发力和还原能力都有很高要求。第五，反手拧拉真正困难的不是第一板，而是拧拉之后还能不能快速还原继续相持。所以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尽快提高比赛水平，反手确实是一条见效很快的路线。但是如果你希望未来达到更高水平，真正决定上限的仍然是正手和步伐。前期步伐没练出来，可以先把反手练好，建立比赛能力，但想继续突破，就一定要踏踏实实练脚下功夫，练步伐，练正手。希望今天这期节目能够帮助大家重新认识步伐和正反手技术之间的关系。如果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还请点赞、关注、分享给身边一起打球的朋友。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来东谷乒乓训练营，一起训练，一起提高。下一期节目再见。